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为什么饭店里面的紫菜蛋花汤这么好喝呢？而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总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。其实做法也非常的简单，今天有时间我就把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我们把紫菜撕成小块，紫菜不仅价格便宜，而且营养也十分的全面，含有丰富的铁元素、钾元素。平常我们多吃一些紫菜，对身体非常的有益，在我们这边也称之为最便宜的海鲜。很多朋友都在纠结浸泡紫菜到底是用凉水还是用开水，其实正确的方法是用温水，这样就不会破坏紫菜的营养。往大碗中加入30度左右的温水，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个空碗，往碗中打入2个鸡蛋，喜欢吃鸡蛋的也可以多打几个，然后用我吃饭的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使所有的蛋黄和蛋白完全的融合在一起。这里我们一定要朝同一个方向搅拌，这样才能够搅拌得更均匀一些。搅拌成视频中这样的细腻状就差不多了。接着准备2颗清洗干净的小白菜，我们把根部切掉一部分，然后再切成 0.5 厘米左右的小长段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朵清洗干净的香菇，首先把香菇瓣切下来，然后再把香菇切成薄片，这里我们尽量的切薄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接下来我们再切成均匀的小丁，紫菜蛋花汤里面加入一些香菇，不仅可以丰富口感，而且可以增加营养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一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今天的香葱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多准备一些，全部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小碗中。紫菜浸泡的时间千万不能太长，10分钟的时间就差不多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的紫菜已经完全的泡发了。接下来我们把紫菜控干水分，挑选紫菜的时候一定要挑选这种免洗的，因为这种紫菜没有泥沙，更方便操作。我们把紫菜里面的水分全部拧干，然后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备用。很多朋友在做紫菜蛋花汤的时候，直接把紫菜放在锅里面去煮，其实那样是不对的，那样很容易破坏紫菜的营养。接着往大碗中加入1大勺的葱花，然后再加入1大勺的食盐调味，接着再加入1勺鸡精，然后再加入少量的胡椒粉增加香味。最后我们再加入0分的猪油，有条件的我们再加入少量的芝麻香油增加香味。接着再准备一个小一点的碗，往碗中加入1勺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然后再加入小半碗的清水，把所有的淀粉完全化开，这就是所谓的水淀粉。用勺子充分的搅拌一下，使所有的水淀粉完全溶解在水里面，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锅开水，我们把切好的香菇提前放在锅中煮熟，用筷子稍微的翻动一下，使香菇受热均匀，大约煮1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往锅中少量多次的加入调好的水淀粉，水淀粉千万不能倒在一个地方，像视频中这样沿着锅边倒入，每倒入一次我们就用勺子充分的搅拌一下，这样可以防止水淀粉结坨，同时还可以防止粘锅。把所有的水淀粉全部倒下去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把准备好的鸡蛋液也倒在锅中。鸡蛋液我们一定要呈线状倒入，
这样做出来的蛋花才更加的漂亮。鸡蛋比较容易熟，接下来我们就把切好的小白菜也倒在锅中，稍微的翻动一下，使所有的小白菜完全的烫熟。稍微的翻动一下，使所有的食材受热均匀。这里我们煮的时间千万不能太长，水开以后大约煮个6、7、8秒就差不多了。接着把所有的汤汁全部倒在大碗里面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紫菜蛋花汤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紫菜没有下锅煮，保证了紫菜的营养没有流失，而且吃起来口感也非常的爽脆。只要记住这一点，你也可以做出比饭店还好吃的紫菜蛋花汤。紫菜汤里面加了一些猪油，喝着都有肉的香味。像这样干燥的秋天，我们一定要多喝一些紫菜蛋花汤，来补充一下人体所需要的一些水分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